北投文化基金会他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组成，发起组成的成员是医生，我们就有很清楚的一个协助的责任，跟其他一般的工程最大的规划设计最大的不同，就是要跟很多的单位去做一个规划设计内容的说明，陪着基金会的人去拜访荣民总医院，然后也拜访离办公室去办公听会说明。那当然也陪着基金会到社会局去说明这整个工程的计划跟最后预期会完成的样貌。我们要讲说这个房子它是1962年，所以以换成年纪的话也是60岁。有趣的是它也非常像老人医学，就是你得要先了解它。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去也在看这个房子出了什么状况。初步诊断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比较细致的会诊。先检查发现骨头没有问题啊，还蛮硬朗的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看看那你视觉如何，神经反应如何，然后听力如何。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窗户啊，然后看一下这些线路啦，这些神经，然后看一下皮肤啊，皮肤好像会让你很不舒服嘛。然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破损呢？这个是比较异常的，我们要做紧急处理的。你得要先搞清楚它的生命历程，它的居住环境，它本来有的功能受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可以调节的那个功能，它如何被恢复回来。可能会希望是一个能够有自己小空间独处，但是又不能太别人照顾不到。金钱的考量，或者是使用者他们要低彩度、低刺激的建材跟环境，所以去选择做最简单的修缮。原来就是闲置已久的房子变成可使用、好使用的空间。设计的想法里面有很多希望把原来的历史的痕迹，或是某一些文化的部分的现况做整理跟保存。把整个所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把它带走，那顺便也把原来隐蔽在房屋里面的部分能够把它清出来，跟盖一个新的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第一个，因为它有时间压力；第二个，因为它的现况不是洗澡的那个很多现况必须要陆陆续续清理出来去做。你知道说北投这个山区里面，其实在裸露的地底下其实就是安山岩块。安山岩块其实是非常难施作的，尤其在排水管线里面。因为我们比较少做公共工程，那一般我们其实都是做集合住宅建筑工程比较多。公司的工程单位这边，其实在设计单位这边的引导之下，其实就陆续去把这些应该要做的程序跟表单做完。但是在施工面，其实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是一般建筑的集合住宅的部分来施工。公共工程它的公共的意义，最广泛的一个公共意义是要让社会基础建设能够稳固持续进行，它不是说一次就到位，它是持续都需要的。建筑师事务所这一端，或者是就营造厂这一端，或者是从一个未来受委托营运管理的基金会这一端，这三方都在一种尽可能的用他们说的余裕去撑起这个工程，让它设法在实质的这些钱时间不足的状况下，但是能够如期的能够让它可以真正上路。